陽光穿透樹葉，灑向一座宏偉的城堡。一座噴泉在庭院中央閃耀。一輛馬車緩緩駛入庭院，一名僕人高聲喊道：“我看到公爵的馬車了！”僕人們開始交頭接耳：“公爵大少爺，還有我們即將侍奉的小姐，一定就在馬車裡。”另一名女僕低聲確認：“聽說公爵已經決定收養了，對吧？所以阿德里安家族要迎來一位小女兒了。”馬匹停下腳步，僕人們屏住呼吸，注視着車門。他會是什麼樣的人？也會是出色的劍士嗎？車門打開，阿德里安公爵抱着一個女孩走了下來。女孩緊張地開口：“你們好。”女孩的粉色長髮垂下，藍色的眼睛裡滿是歉意。她就是羅塞特·阿德里安。仆人們瞬間沸騰了：“太可愛了，小姐你好！”天啊！她的頭髮像春天一樣是粉色的，看起來比听說的年紀還要小。羅塞特被熱情的歡迎嚇了一跳，他小聲的回應：“哦。”阿德里安公爵低頭看着他：“怎麼了？”羅塞特，他語氣溫和：“是因為人太多嚇到了嗎？”羅塞特搖頭。阿德里安微笑着解釋：“大家只是太高興了。”一個金髮少年跑來，丹尼爾笑容燦爛：“我也很高興能有這麼可愛的妹妹。”羅塞特有些不知所措：“我没想到會受到這樣的歡迎。”阿德里安家族是帝國最顯赫的家族之一，一個世代輩出奇士的劍術名門。現任的阿德里安公爵是帝國唯一的劍術大師，但他很早就失去了妻子。公爵有3個孩子，所以人們總說他不必擔心家族傳承。就這樣，我闖入了這個完美的家庭，像一顆石子滾了進來。我以為公爵突然收養一個來歷不明的孤兒，肯定不會有人歡迎我，所以在來的路上我一直給自己打氣，就算受到冷遇也不要慌张。但人群高呼：“你好可愛！”羅塞特滿臉通紅：“停下，好丟人！”管家塞巴斯蒂安走近，他向着公爵的方向鞠躬：“我已經準備好了羅塞特小姐的房間，她可以立刻入住。”公爵微微頷首：“多謝。”塞巴斯蒂安面露歉意：“剛到家就要說抱歉，但我有件急事。”公爵有些苦惱：“我本來想親自帶羅塞特參觀宅邸的。”丹尼爾主動開口：“父親，我來帶羅塞特去。”公爵提醒他：“馬上就是你的晨練時間了，沒關係嗎？”丹尼爾點頭：“我晚上可以自己練習。”罗塞特驚呼：“沒關係。”我可以等的。丹尼爾看着羅塞特：“你會不會無聊？”羅塞特急忙擺手：“我喜歡一個人玩，如果他為了我而耽誤訓練，我會過意不去的。”公爵開口：“既然羅塞特這麼說，那麼丹尼爾，你訓練結束後帶兄弟們過來，在羅塞特的房間裡正式打個招呼吧。”丹尼爾笑着應允：“是的，我會的。”他湊近羅塞特：“去房間休息吧，訓練一結束我就會去找你。”羅塞特小聲回答：“好的。”公爵將羅塞特放了下來。羅塞特思考着，這麼小的年紀就要訓練，不愧是劍術名门。阿德里安公爵和丹尼爾轉身離開，他們揮手告別，待會兒見羅塞特。一名女僕走上前來，她微笑着行禮：“很高興見到您，我叫喬安妮，從今天起負責照顧小姐。”喬安妮伸出手：“小姐，您一定累了，我們去您的房間吧。”羅塞特伸出小手，小心翼翼地牽住喬安妮：“好的，麻煩你了，請您說話隨意一些。”喬安妮牽着羅塞特走過金碧輝煌的走廊，羅塞特走進房間：“哇，這麼好的房間，我一個人住嗎？”他望向房間一角，那堆東西是什麼？喬安妮笑着解釋：“我們不確定小姐喜歡什麼，所以就什麼都準備了一點。”桌上堆滿了禮物，泰迪熊玩具馬車還有。羅塞特震驚地看着：“這是兒童禮物大禮包嗎？怎麼還有鴨子？”喬安妮說道：“這個鴨子是洗澡用品，您想和鴨子一起洗澡嗎？”羅塞特別過臉：“暫時不用了。”喬安妮關切地問：“沒有您喜歡的嗎？那我馬上再去拿些別的玩具來。”羅塞特被玩具山驚到：“還要更多嗎？”他猛地撲向桌子，指着一盒蠟筆：“我喜歡這個。”喬安妮鬆了口氣：“好的，那我馬上多拿些紙來。”羅塞特看着他離去的背影：“我選對了嗎？”他沉思着：“現在有時間了，我該好好整理一下目前發生的事。”他拿起一支蠟筆。首先，這個故事的起點是畫紙上出現一個披着斗篷的小人，這是我回歸之前的樣子。畫畫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蠟筆畫出的背景變為血紅。我曾是一個殺人無數的刺客，我犯下了無數無法洗刷的罪孽，到後來甚至不再感到罪惡。最終，我傷害了阿德里安公爵。公爵臨死前對我說：“看到你，我就想起了我的女兒。”他甚至說：“我會幫你逃走。”公爵沒有還手，他就那樣死了。我再也無法承受這份罪惡，我必須修正過去。於是我張開雙臂，用魔法逆轉了時間。萬幸的是，我曾是一名相當出色的魔法師，我成功用古代魔法逆轉了時間。我發誓絕不重蹈覆轍，就這樣回到了過去。他用蠟筆在紙上塗抹，所以這一世我拼命想避開阿德里安家族，但沒想到我們竟會如此親近。喬安妮走進房間，她驚呼：“蠟筆暗殺，好可愛！”羅塞特猛然驚醒：“對了，喬安妮就在我身邊。”他慌亂地解釋：“不是因為我曾是刺客，就把蠟筆也給殺了。”喬安妮看着斷掉的蠟筆：“小姐不愧是劍術名門之後，您的手勁真了不起。”羅塞特困惑地看着他，喬安妮笑着：“你讓我想起了伊莎貝爾小姐和盧卡斯少爺，他們將成為您的姐姐和哥哥。看來他们已經到了，您想去見見他們嗎？”羅塞特點頭：“我想去。上一世他們是帝國騎士團中技藝高超的2位成員，不知道他們小時候是什麼樣子。”伊莎貝爾雙臂交疊，比我預想的還小。她是阿德里安家族的次女。盧卡斯微笑着揮手：“哇哦，她的髮色像玫瑰一樣。”她是阿德里安家族的3子。羅塞特站在他們面前，他們和我一樣，只是孩子。可為什麼我如此不知所措？他打量着面前的2人。據說盧卡斯活潑又親切，而伊莎貝爾是個野獸。盧卡斯向羅塞特介紹：“這位是次女伊莎貝爾，那位是3子盧卡斯。從今往後，他們就是你的姐姐和哥哥。”羅塞特開口：“哥哥姐姐見到你們很高興。”伊莎貝爾俯視着他：“所以呢？你為什麼來我們家？你太瘦小了，完全沒有騎士的資質，我們真的有必要收養嗎？”羅塞特攥緊了衣擺。他說的對，但一路上遇見的人們都對我出奇的友善，但我知道會有人討厭我，這讓我想起前世被家人排斥的畫面。他垂下眼簾：“我該說什麼呢？如果因為這點小事就退縮？”丹尼爾對伊莎貝爾低語：“那樣太過分了。”伊莎貝爾反駁：“我說了什麼錯話嗎？”羅塞特思緒翻湧：“就這樣沉默下去可以嗎？我回來是為了彌補過去的錯誤。第一個對我好的人，阿德里安公爵，他大聲宣告：我能使用魔法，雖然我現在還用不好，但大家都說
我有天賦。公爵也是這麼說的，他的眼神充滿希望。我會很快學會魔法，幫上大家的忙。伊莎貝爾一時語塞。什麼？羅塞特繼續說着，用魔法可以讓茶水保溫，還能打理卡梅利亞夫人的頭髮，所以請不要太討厭我。伊莎貝爾冷笑一聲，這又如何？會魔法又怎樣？盧卡斯阻止伊莎貝爾。羅塞特看起來很害怕，你會讓他誤會的。伊莎貝爾不以為然，我只是說了實話。阿德里安家族世代輩出騎士，是聲名顯赫的劍術名門。我们地骑士团是大陸最強的騎士團，我們只認劍，我們嚴厲且自律。與其因為跟不上而每天哭泣，不如現在就去別的家族，或者去學院也是個選擇。羅塞特心頭一震，他是在擔心我嗎？他上前一步，感謝你的關心。伊莎貝爾滿臉通紅，我才沒有擔心。他表情淡漠，好吧，如果你執意要留下，那是你自己的選擇。既然你選擇加入我們家，就給我聽好了，你現在是阿德里安家族的一員。他俯身靠近，我們這樣地位的貴族絕不能做家務活，明白嗎？羅塞特小聲回答，是的，伊莎貝爾小姐。伊莎貝爾突然大喊，不許再叫我小姐，叫我姐姐。羅塞特驚恐地看着他，是的，姐姐。伊莎貝爾繼續說着，腰板挺直一點，自信一點，不然我就叫人把你送回去。盧卡斯湊了過來，少來了，姐姐，你聽說小妹要來，還親手布置了她的房間呢。伊莎貝爾低聲呵斥，閉嘴。盧卡斯辯解，我只是實話實說。伊莎貝爾的手輕輕放在羅塞特頭上，再多嘴我就真打你了。羅塞特心頭一暖，他親手布置了我的房間。盧卡斯笑容燦爛，叫我盧卡斯哥哥，和姐姐不一樣，我沒有別的想法，能有個妹妹我很高興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不過有件事我得說。一陣咕嚕聲響起，他興奮地喊，訓練完肚子餓了，我們去吃飯吧，怎麼樣？就這樣，我克服了第一道難關，和他們一起用餐，但第二道難關馬上就來了。羅塞特臉色煞白，餐桌上擺着一盤蝦仁沙拉，我過敏，不能吃蝦。公爵關切地問，怎麼了？羅塞特，沒有胃口嗎？你肯定是不喜歡蔬菜。羅塞塔搖頭，不是的。他插起一隻蝦，如果說我挑食，他們會怎麼想我？他回憶起前世，一個男人厭惡地看着他，真麻煩。羅塞特將蝦放進嘴裡，不想再聽到那種話。他顫抖着開口，我什麼都吃得很好。伊莎貝爾說道，比只喜歡甜食的盧卡斯哥哥強多了。眾人愉快地吃着飯，不一會兒，羅塞特的手臂開始發癢，他拼命抓挠手臂，紅疹越來越明顯，他心亂如麻。不行，撓得太用力了，手臂上已經有傷口了，如果抬起手臂，他們就會看到，我該怎麼辦？阿德里安公爵的聲音響起，羅塞特不喜歡甜點嗎？羅塞特猛地抬頭，不是的，我正要吃呢。阿德里安公爵察覺到異樣，羅塞特怎麼了？讓我看看。羅塞特低下頭，我沒事，我只是想吃甜點而已。阿德里安公爵輕輕抬起羅塞特的手臂，他看到了紅腫的抓痕。盧卡斯驚恐地站起來，羅塞特，你的手臂受傷了。阿德里安公爵的眼神驟然變冷，陰影籠罩了他的臉。羅塞特抬頭看着他，身體僵住，糟了，他生氣了。羅塞特瑟瑟發抖，不要慌，只要保持安靜，然後道歉就行了。他抓緊衣角，緩緩開口，我為我的疏忽感到抱歉。他的身體猛然前傾，公爵驚呼，羅塞特你怎麼了？他神情凝重，這一定是過敏反應，快去叫醫生。羅塞特在公爵懷中喘息，怎麼辦？他的眼睛緩緩閉上，又要被責罵了，就像以前一樣。羅塞特跪倒在地，渾身顫抖。一個留着山羊鬍的男人怒視着他，你這個沒用的東西，就因為你拖延了行程。羅塞特低頭垂淚，對不起侯爵。侯爵揪住他的衣領，你沒忘記我收養你的理由吧？永遠不許再犯錯，你必須是完美的。如果你不能成為最偉大的魔法師，就沒有留着你的必要了。他將羅塞特甩在桌子上，你必須在我們最後的計劃中成功。8歲那年，達利斯侯爵收養了我，因為我展現了魔法天賦，我以為終於有了家人，然而得到的卻是一道詛咒，一個讓我服從施咒者命令的咒語。羅塞特緩緩開口，侯爵大人，如果我成功了，您也會。艾莎突然闖入，爸爸讓我進去。侯爵面對艾莎，語氣溫和，我的小女兒，這兒不是你能來的地方。艾莎撅起嘴，在這個家裡沒有我不能去的地方。羅塞特看着兩人離去的背影，差點就問出口了，如果我成功了，您會認可我嗎？以防萬一，去學禁書裡的魔法，尤其是那個能逆轉時間的，失敗的時候會用得到。侯爵用那道詛咒命令我去殺人，起初我非常害怕，但很快殺戮就成了家常便飯，怨恨和責備堆積在我身上。侯爵說，這是個好兆頭，我這個沒用的人終於變得有點用處了，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，我傷害並殺死了我們的敵人，為了他那醞釀已久的最終計劃能夠成功。到了那一天，他會看我一眼嗎？羅塞特緩緩睜開眼睛，這裡是。公爵的聲音傳來，你醒了。羅塞特猛地坐起，公爵站在床邊，手抵着下巴，醫生已經看過了。羅塞特迅速起身，公爵率先開口，我很抱歉。羅塞特微微一愣，為什麼公爵要道歉？公爵繼續說着，我應該先檢查你是否有過敏史，這是我的疏忽，我的孩子們都沒有，所以我沒考慮到。羅塞特低下頭，是我的錯，該道歉的人是我。公爵抬手制止，這不是你的錯。羅塞特抓緊衣角，我很抱歉，我真沒有缺陷，我試着吃了，但我做不到。公爵沉默片刻，你知道自己過敏嗎？羅塞特眼含淚水，他低聲呢喃，是的。公爵抓住他的肩膀，是誰讓你忍着也要吃的？是誰讓你有缺陷，還責罵你？羅塞特沉思着，我該怎麼說？我只是個從孤兒院來的孩子。他緩緩開口，挑食是不好的，對嗎？如果我不吃，會被罵嗎？公爵將他擁入懷中，不會的。他輕撫羅塞特的背，不吃和不能吃是有區別的，你不該強迫自己吃不能吃的東西。從現在開始，你不會再被責罵了。羅塞特愣住了，他緊緊抱住公爵，在他懷中放聲大哭。公爵輕撫他的後背，挑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如果你不喜歡，就不必吃。他繼續說，還有什麼嗎？羅塞特小聲回答，還有胡蘿蔔，除此之外，我什麼都能吃。公爵溫柔地撫摸他的頭，那麼就讓廚師把蝦和胡蘿蔔挑出來。不過你把手臂抓得太厲害了，可能會留疤。他站起身，我本想等你安頓下來再介紹，但現在看來沒辦法了。我給你介紹一下你的老師席琳。羅塞特疑惑，我的老師嗎？腳步聲漸近，席琳手持一朵由火焰幻化而成的玫瑰走來，他將火焰玫瑰遞到羅塞特面前，很高興見到您，小姐。
席琳曾是一名魔法師，戰爭期間他想收我為徒。席琳湊近羅賽特，黑小鬼，不覺得我比那個古板的侯爵好嗎？我會好好待你的。羅賽特冷漠地開口，我對不如我的魔法師沒興趣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真是個狂妄的回答，但那是我能給他的唯一警告，不要因為喜歡就靠近我。如果你渴望我，達利斯侯爵可能會殺了你。但那份擔憂終究落空，席琳很快就死於一場神秘事故，一定是侯爵動的手，雖然大概不全是因為我。席琳是阿德里安公爵的關鍵戰力，一名強大的魔法師，從侯爵的立場來看，他必須被鏟除。聽到那個消息時，我崩潰了，沒想到會以這種方式再見到他。羅賽特伸手觸碰那朵火焰玫瑰，火焰瞬間消散，化作光點，光點融入羅賽特體內。他驚訝地睜大雙眼。席琳微笑着，怎麼樣？就像我說的是真正的火焰。公爵走上前，還好嗎？羅賽特，你看起來很驚訝。席琳一臉歉意，我只是想給你展示一點魔法。羅賽特臉頰泛紅，沒關係，這是我見過最美的魔法。他心中一驚，我為什麼像個興奮的孩子？我們從未那麼親近過，難道我的心智也隨着身體變年輕了？還是說是因為我第一次見到如此溫暖平和的時刻嗎？席琳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一定是在這位著名的小姐面前班門弄斧了。他轉向羅賽特，讓我重新自我介紹，我是席琳，從今天起我就是你的老師，請多指教。羅賽特猶豫了一下，我是羅賽特阿德里安，很高興見到你姐姐。席琳眼中一亮，姐姐？他激动地轉身，天哪，公爵你聽到了嗎？他叫我姐姐。公爵面無表情，是的。羅赛特心想，前世他總自稱姐姐，我只是順着說，難道錯了？席琳俯身，從今天起我就是你姐姐了，我會教你魔法。公爵打斷他，在那之前先看看我女兒的傷。席琳立刻湊近，天哪，誰會对這麼可愛的孩子下手？羅賽特小聲解釋，是過敏發癢，我自己抓的。席琳握住他的手腕，不小心的話會留疤的。稍等一下，他掌心泛起柔和的光芒，覆蓋在羅赛特的手腕上。羅賽特平靜地看着，這點小傷其實用不着魔法。席琳看着他，你不覺得治癒魔法很神奇嗎？羅賽特一愣，我至少該表現出驚嘆嗎？公爵開口，羅賽特以前就用過治癒魔法。席琳一臉震驚，什麼？羅賽特臉頰發燙，是那樣沒錯，但我們能不提那件事嗎？公爵雙手抱胸，為什麼不？羅賽特垂下頭，因為那件事對我來說太丟臉了。公爵輕笑，真的嗎？我覺得那時的羅賽特很酷。席琳說道，所以是真的，小姐她自己用了治癒魔法。公爵肯定的回答，我親眼所見，有什麼好驚訝的？席琳解釋道，當然驚訝，魔法不像劍術，它更接近科學而非本能。羅賽特渾身僵硬，冷汗直流，我總不能說我用的是前世的公式吧？席琳神情嚴肅，公爵，我覺得這位小姐可能是個天才。公爵眼神一沉，我也這麼想。席琳激動地衝向他，這是天賜的福分，我會好好引導他的。羅賽特內心困惑，就這樣輕易接受了嗎？席琳將他擁入懷中，天啊，太可愛了。羅賽特掙扎着，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上課？席琳抱着他，現在還太早了，身體這麼小還無法形成魔力核心。羅賽特震驚，再不開始人們會懷疑我能用魔法。他問道，那我該做什麼？公爵微笑着，你什麼都不用做，你的任務是長胖一點，健健康康的，要多吃點東西，除了蝦以外。羅賽特愣住了，這還是第一次接到這種任務，我會盡力而為。席琳將羅賽特放到地上，孩子的任務就是休息和成長，你今天辛苦了。公爵摸着他的頭，我們要走了，有需要就告訴我們。两人轉身離開，房門輕輕關上，羅賽特獨自坐在房間裡，辛苦嗎？可我什麼都沒做啊。他向後倒在床上，真沒想到公爵會那麼擔心我，我更沒想到會那樣哭出來。变成孩子後，我確實愛哭了，也像個孩子一樣總是犯困。他躺在床上昏昏欲睡。如果這不是轉生，而是回歸，我的老師和丹尼爾到底做錯了什麼？羅賽特輕哼一聲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？是誰的聲音？公爵下令取消明天所有約會，準備馬車。管家躬身詢問，大人您去哪裡？公爵聲音冰冷，我要回孤兒院。孤兒院院長驚愕地抬起頭，阿德里安公爵。他急切地問，您怎麼回来了？是羅賽特出事了嗎？公爵質問，這也是我想問你的，你知道他過敏嗎？孤兒院院長一臉茫然，過敏嗎？我完全不知道。公爵眼神冰冷。羅賽特吃完蝦就倒下了，但他明明知道自己過敏，卻還是強迫自己吃了。他上前逼近一步，眼神凶狠。我再問一次，你是不是強迫他吃了他不能吃的東西？院長猛然摇頭，冷汗滑落。那從未發生過。我教他們不挑食，但我從未強迫孩子吃他們不能吃的東西，而且以我們的預算，像蝦這種昂貴的食材根本很難弄到。公爵微微一怔，院長手按胸口，語氣懇切，我向上帝發誓，我沒有傷害過這些孩子。阿德里安靜靜看着他，我閱人無數，這不是演戲，也不是謊言。羅賽特一出生就被留在這裡，但他也並未和我們家人相處很久。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阿德里安心中升起，如果不是在這裡，他究竟是在何處？得知自己對蝦過敏的公爵深深鞠躬，很抱歉無端懷疑您，我只是擔心孩子。您能猜到羅賽特為何這麼做嗎？院長沉思着，他一直是個成熟又安靜的孩子，也許他是為了在您面前表現好。抱歉沒能幫上忙。阿德里安公爵說道，是我突然造訪，太失禮了。院長笑着，您是第一次來這裡嗎？我記得您之前和羅賽特還有簡一起來過。阿德里安公爵想起來了，是的。院長回憶着，那兩個孩子都很善良安靜，真沒想到他們會捲入這種事。要是您不在場，我們可就麻煩大了。阿德里安公爵眼神柔和，您在說什麼？是羅賽特解決了整件事，他用魔法救了簡。鐵欄杆後，羅賽特被囚禁，手腕被鎖鏈束縛，他因謀害阿德里安父子被判處死刑。他猛地张開嘴，咬破了自己的手指，鮮血噴湧出。他在地面上畫出紅色的魔法陣，那是他生命的最後燃燒。光芒爆發，羅賽特的身體被吞噬，時間開始倒流。他施展了回溯時間的古老魔法，再次睜眼，陽光刺目。他發現自己身處孤兒院，那是被達拉斯侯爵家收養前的地方。他看着自己稚嫩的雙手，成功了，但沒想到會回到這麼小的年紀。萬幸，心臟的詛咒
還沒被種下，可這麼小的身體什麼也做不了，更別提使用魔法了。他握緊拳頭，這樣下去，就算想幫助阿德里安家也……他猶豫了，真的不该介入吗？一個棕髮男孩突然出現，罗塞特！罗塞特驚了一下，男孩大喊：“你怎麼又待在角落裡？出去玩吧！”羅塞特心跳漏了一拍，這是以前孤兒院的孩子，叫什麼來着？他開口說道：“我沒事。”男孩有些失望，你總是說没事。他轉身離開，我去和其他孩子玩了。要是簡姐姐在就好了。羅塞特一驚，簡是孤兒院裡他最依賴的姐姐，她是一個善良的人，總是主動照顧我。但簡姐姐不就是在現在這個年紀，在這個季節死去的嗎？他轉身就跑。棕髮男孩愣住了。罗塞特，你要去哪裡？羅塞特衝出孤兒院，那是一場冤枉的死亡。簡姐姐瞞着院長，偷偷打零工攢錢。當他第一次拿着那筆錢去給自己買裙子的时候，他再也没能回來。罗塞特衝進村莊，怒吼聲傳來，收成已經夠差了，你還敢偷東西？羅塞特撲過去，男人愣住了，這小鬼是誰？羅塞特跪倒在地，姐姐。我來晚了。簡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意識，被達拉斯家收養後，我甚至沒想過再回顧孤兒院。我虧欠的不只是阿德里安家，我曾一無所知，不懂得如何守護。他緊緊握住簡的手，姐姐，這一次我來救你。他緊緊抱住簡，粉色光芒從他身上綻放，包裹住簡的身體，治癒着他的傷口。一個村民驚呼，傷口正在消失。另一個人難以置信，那個小鬼是魔法師嗎？打人的男人怒吼，不可能，他們只是會偷東西的孤兒。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猛地抓住男人的肩膀，公爵聲音冰冷，身為大人，你們本該照顧孩子，卻把怒氣撒在他們身上。打人者嚇得語無倫次。貴族大人，您怎麼會來這種地方？羅塞特扶着簡。什麼貴族？他抬起頭，目光震驚。阿德里安公爵為什麼會在這裡？上一世從未發生過這種事。公爵靜靜地注視着他。羅塞特迅速低着頭，身體微微顫抖。阿德里安蹲下身，他伸出手，孩子，你沒事吧？你受苦了，我會幫助你。羅塞特想起上一世公爵的話，我會幫你逃離這裡。羅塞特哭出聲來，對不起，我真的對不起。孤兒院門口，院長一臉疑惑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公爵抱着昏迷的簡走下馬車，他解釋，村民想傷害他們，所以我帶他們回來了。院長上前迎接，您是阿德里安公爵對嗎？謝謝您，真的太感謝了。他看向一旁的羅塞特，你一定嚇壞了，過來吧，羅塞特，我先帶孩子們回房間，請稍等。阿德里安公爵點頭，我會的。他的目光追隨着羅塞特小小的身影。簡衝向羅塞特，緊緊抱住他。院長告訴我，是你救了我，對嗎？謝謝你，羅塞特說道。我沒做什麼，這次能救你我很高興。簡端向着他的臉，你看起來不太好，是不是為我擔心了一整晚？羅塞特眼神猶疑，是啊，我擔心治療魔法出了什麼問題，還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遇到了公爵。簡突然想起什麼，对了，我一醒來就聽說了，阿德里安公爵決定收養你了，對嗎？羅塞特的笑容僵住，汗珠滑落。是啊，問題就在這，我不知道具體原因，但他說我是第一個讓他想收養的人。院長甚至告訴他我會魔法。院長和其他孩子都很高興，說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。羅塞特突然站起來，我不想去，我已經告訴院長我不願意。簡一臉疑惑，為什麼我也會想你的？但是公爵家真的很好。羅塞特眼神黯淡，我知道，但是如果傷害了他們，我怎麼能在那個家活下去？簡還想說什麼，羅塞特猛地跑開，不想再談了。他猛地推開門，撞到了一個人，丹尼爾踉蹌着跌坐在地，他捂住鼻子。羅塞特詢問，你沒事吧？我很抱歉。丹尼爾急忙擺手，是我的錯，我太好奇你們在聊什麼，就貼在門上偷聽了。你為什麼不想來我們家？羅塞特內心煩躁，先是公爵，現在是丹尼爾，我怎麼接二連三的遇到最讓我不舒服的两個人？丹尼爾跟在他身後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塵。父親說我可能會有一個妹妹，我太好奇了，就先來看看。羅塞特面無表情。丹尼爾湊近他，抱歉，是我讓你不舒服了嗎？那麼能告訴我你的回答嗎？羅塞特停下腳步，你不是不喜歡我嗎？我聽說公爵家已经有小女兒了，你沒理由歡迎我。丹尼爾疑惑的歪頭，是嗎？我還以為這是件好事呢。他輕笑一聲，有個像你這麼可愛的妹妹，不是很好嗎？羅塞特愣住了，可愛嗎？丹尼爾語氣輕快，伊莎貝爾和盧卡斯也會喜歡你的，他們是我的弟弟和妹妹。羅塞特看着丹尼爾，他像一只熱情的小狗，與記憶中的形象截然不同。他總是這麼開朗嗎？前世的丹尼爾是一個安靜的年輕人，一場車禍後他拄着拐杖，因為腿傷再也無法握劍，人們竊竊私語說他永遠無法繼承劍術大師家族的榮耀。公爵府徹查了那場事故，但始終沒有找到幕後黑手。羅塞特抬眼，丹尼爾這次還會失去他的腿嗎？他陷入沉思。但是即使沒有我，相同的未來還會重演嗎？他身體一晃，我為了贖罪和尋求幫助而逆轉了時間，我來到了阿德里安家，但如果又有人受傷或死亡，一切都將毫無意義。丹尼爾抓住他的肩膀，羅塞特，你還好嗎？你的身體好燙。羅塞特臉頰泛紅，呼吸急促。什麼？法師在學習魔法之初，會在體內形成一個魔力核心，它能幫助法師更輕鬆地使用魔法，並減少副作用。當法師施展過於強大的法術，魔力核心無法承受時，身體就會出現嚴重反應，要麼恢復，要麼等待新的魔力進入身體，要麼像宇宙中的塵埃一樣徹底消散。他強行使用了高階治療魔法，這具年幼的身體無法承受。他躺在床上，我以為能控制好魔力，情況會很快穩定下來，但副作用比我想象的更嚴重。他呻吟着，他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柔軟又溫暖。阿德里安公爵俯身看着他，罗塞特，你醒了嗎？羅塞特猛地睜大眼睛，震驚地看着他。阿德里安公爵，他迅速轉過身。阿德里安公爵湊近，嚇到你了嗎？抱歉，我做錯了什麼嗎？他握住羅塞特的手，我從一個密友那裡聽說過，當年輕的法師魔力失控時，用自己的魔力引導他們會有幫助。羅塞特感受着這股力量，溫暖柔和，這就是阿德里安公爵的魔力嗎？阿德里安公爵繼續引導着魔力，我是個秘法師，知道如何處理魔力，但因為我不是法師，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。你感覺好點了嗎？羅塞特輕輕點了點頭。阿德里安鬆了口氣，那就好，我已經從丹尼爾那裡聽說了，他說
你对我們家感到不自在，是真的嗎？他看着羅賽特，我不是在逼你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沒有先問你的意見。如果你不願意，我會取消收養，我會資助你，讓你去追尋自己的夢想。有了贊助，你甚至可以去學院學習。羅賽特緊緊抓住胸口的衣服，內心一陣悸動。我還沒完全放棄，但我絕不想在未來聽到你的死訊。阿德里安公爵囑咐，你應該多吃點，這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安排了。羅賽特坐起身，眼神堅定，我要去阿德里安家，我要去改變他們的未來。阿德里安公爵看着院長，時間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我給孩子們帶了些零食和禮物，請分給簡和其他人。謝謝你理解這次意外的拜訪。他看向门口，約瑟夫抱着一堆精致的箱子走了進來。是的，公爵大人。院長接過堆成小山的禮物。这麼多禮物嗎？孩子們會很高興的。阿德里安公爵略帶歉意，我本來想多帶一些，但下一個約會時間緊迫，真是遺憾。院長看着禮物山，他究竟還打算帶多少？他開口詢問，你接下來要去哪？阿德里安公爵回答，我會順路去一趟皇宮。他的嘴角勾起一絲笑意，我需要完成剩下的收養手續。在埃德哈特帝國，收養需要向皇室提交文件，並請求許可。皇帝看向阿德里安公爵，公爵您親自來提交收養文件，真是出人意料。皇帝理查德·埃德哈特倚靠在王座上，聲音帶着一絲嘲諷，我聽說收養孤兒成了貴族們的新風尚，沒想到你也會參與其中。公爵回答，我並非心血來潮，那孩子第一次見面就吸引了我，我想照顧他，而且他擁有卓越的魔法天賦，小年紀就能使用治癒魔法，只要給予適當的支持，他就能成長為偉大的人才。皇帝挑起眉毛，治癒魔法嗎？一個傑出的人才出現了，那正好可以和皇室聯姻。阿德里安公爵微笑着回應，現在談這個還太早。皇帝輕笑一聲，你可真是果斷，人們都叫你冷血公爵，你不知道嗎？因為你只對你的3個孩子還有你的學生約書亞上心，現在又突然帶回來一個孩子。不過我沒有理由拒絕，我親自批准這份文件。阿德里安公爵微微躬身，感謝陛下。皇帝的聲音變得嚴肅，但是別不把聯姻這件事放在心上，皇室的婚姻通常很早就安排好了。門外傳來一個聲音，殿下萬萬不可。門被猛地推開，一聲急切的呼喊傳來，師傅。一個銀髮少年闖入殿內，他氣喘吁吁。阿德里安公爵轉身看向來者，約書亞，皇太子約書亞·埃德哈特，帝國唯一的合法繼承人。他的母親是伊蘭王國的奧菲利亞公主，他的父親是現任皇帝理查德·埃德哈特。他的劍術天賦異稟，甚至由劍術大師阿德里安公爵親自教導。約書亞繼承了母親的血脈，可以使用魔法，他聰慧過人，學者們對他讚不絕口。然而皇帝卻對他很不滿，儘管約書亞已經14歲，卻仍未被正式冊封為皇太子，這就是明證。約書亞撲到公爵懷中，公爵一臉錯愕，殿下出什麼事了？皇帝理查德猛地一拍扶手，這是何等無禮的行為！你還沒學會規矩嗎？阿德里安公爵嘆了口氣。約書亞開口，師傅您沒事吧？丹尼爾還好嗎？你們都沒事對吧？阿德里安公爵輕輕拍着他的背，殿下在說什麼？我們當然沒事。你今天怎麼如此激動？約書亞低頭，對不起，我做了噩夢，所以才……阿德里安蹲下身，我猜在你的夢裡，我和丹尼爾都受傷了。別擔心，人們說夢境與現實是相反的。皇帝理查德面露不悅，就因為一個噩夢大驚小怪。阿德里安公爵凝視着約書亞，他從未哭過，即使在嚴酷的訓練中也未曾流過一滴淚，卻因為一個噩夢而哭泣。這大概是他第一次表現得像個孩子。不知為何，我最近總是在惹哭孩子，先是羅賽特，現在又是約書亞。約書亞擦乾眼淚，師傅，我打擾您工作了，您來皇宮做什麼？阿德里安公爵平靜地回答，反正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，也該告訴殿下了，我來提交一份收養文件。約書亞的眼睛猛地睜大，收養？阿德里安家族要收養孩子嗎？阿德里安公爵看着他，有什麼問題嗎？約書亞連忙搖頭，只是有些突然。皇帝理查德摸着下巴，看來有個孩子抓住了公爵的心，阿德里安家族或許會誕生一位女魔法師。約書亞喃喃自語，一個女魔法師。他看向阿德里安公爵，不只是資助他嗎？阿德里安笑着解釋，情況有些複雜，但我想讓他留在我身邊的願望很強烈。他是個可愛的孩子，還有很多東西要學，等你見到他，希望你能好好帶他。約書亞點頭，如果這是師傅的要求，我當然會。真好奇他是如何打動師傅的。公爵府邸內，門縫後探出一個金色短髮的腦袋。盧卡斯、伊莎貝爾、丹尼爾3個孩子疊在一起，偷偷窺探。丹尼爾小聲問，怎麼樣了？女僕喬安妮將手指放在唇邊，示意安靜。羅賽特在床上熟睡，臉頰泛紅。伊莎貝爾輕聲說，他好像睡得很熟。盧卡斯撅起嘴，但還沒到睡覺的時間，我還準備了零食一起吃。丹尼爾打了個哈欠，小孩子都睡得很多。喬安妮走上前來，丹尼爾少爺說得對，今天就讓他好好休息吧。盧卡斯不高興地叉起腰，那我們該玩什麼？伊莎貝爾回嘴，你為什麼不去學習？別整天偷懶。盧卡斯氣鼓鼓地反駁，我什麼時候偷懶了？羅賽特躺在床上，眉頭緊鎖，我總是做同一個噩夢，即使時間倒流，我也無法擺脫達里斯侯爵的噩夢。一個聲音響起，師傅和丹尼爾犯了什麼罪？羅賽特一愣，我以前聽過這個聲音，到底是什麼？我好像快想起來了。那個聲音再次響起，我再問你，你為什麼要那麼做？羅賽特轉過頭，瞳孔裡映出一個男人的身影，在我時間倒流前來我牢房的人。還有那個聲音是約書亞·埃德哈特皇太子的聲音。約書亞的手指猛然收緊，死死抓住冰冷的鐵欄。你的罪行很重，你的處決定在明天，在那之前說點什麼吧。他透過欄杆凝視，淚水無法抑制。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為什麼非死不可？羅賽特眼中淚光閃爍。過去面對皇太子的眼淚，我什麼也說不出口，那是個無恥的想法。但看着他像孩子一樣哭泣，我竟感到一絲親切。但既然現在是夢，我說話也沒人能聽見，聽起來或許像借口，但那並非我的本意。他對約書亞低語，我逆轉了時間來糾正一切，所以
請再等我一下，無論付出什麼代價，我會把你珍視的人們帶回到你身邊。羅塞特猛地睜開眼，晨光刺目，他躺在華麗的床上，薄紗床幔輕輕搖晃。原來真的是嗎？過了多久？已經是早上了嗎？他猛然坐起，雙眼因驚愕而暈眩。我白天就睡着了，怎麼已經是早上了？他跪坐在床上，懊惱地抓着頭髮。我還有堆積如山的事要做，未來的事件在腦中閃現，接下來會發生很多事，但首先我必須阻止那場傷到丹尼爾腿的馬車事故。他年幼時就受了傷，那可能演變成一場重大事故。從今天起，我要寸步不離地守護丹尼爾。房門突然被推開，一個聲音喊道：“羅塞特！”公爵倚在門框上，微笑着說：“該起床吃飯了。”我的女兒，你醒了。羅塞特低頭回避視線。啊，是的，我好像睡得太久了。阿德里安公爵輕笑，睡得好是好事，但我聽說你連晚飯都錯過了，要一起吃早飯嗎？羅塞特點頭，我願意。丹尼爾哥哥也在餐廳嗎？我必須守護他。阿德里安公爵的笑容凝固了，你和他關係似乎變好了，但是關於那個，丹尼爾已經去了皇宮。羅塞特的瞳孔骤然收縮，皇宮，偏偏是现在，坐上那輛可能會出事故的馬車嗎？他腦中警鈴大作，馬車衝下懸崖的幻象閃過。羅塞特雙手抱頭，公爵解釋，皇太子派人去找丹尼爾，似乎是想見見久違的老友，所以丹尼爾是應約書亞之這兒去的。羅塞特的心揪緊，約書亞悲傷的面容浮現，也許是因為在夢裡見過他哭泣的樣子。我現在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我必須改變這一切。皇宮大廳空曠，丹尼爾的身影出現，聽說殿下做了噩夢，我很擔心，所以就來了。他高舉雙手，不過你現在在幹什麼？約書亞開口，看不出來嗎？這是身體檢查。丹尼爾說道。我不是不知道那是什麼。約書亞打斷他。好了，現在轉過去，我檢查一下你的背。你的腿呢？腿也沒事嗎？丹尼爾回過頭，不知道你在擔心什麼，但我非常健康。約書亞鬆了口氣，是嗎？那就好。丹尼爾笑着靠在桌邊。你今天有點奇怪，這是你叫我來的原因嗎？約書亞開口，我想問你一件事，我聽說你父親要收養一個女兒。丹尼爾點頭，是的，她是我們可愛又害羞的小妹妹，任何人見了都會覺得她可愛。約書亞追問，你已經完全被她迷住了，什麼時候介紹給我認識？丹尼爾坐直身體，我們的小妹妹還沒完全敞開心扉，她正式進入社交界，我想至少還要半年。約書亞眉頭一緊，半年嗎？你可以先介紹我認識。丹尼爾語氣堅決，沒有任何例外。約書亞一臉委屈，我們的友誼就這麼不值錢嗎？丹尼爾解釋，饒了我吧，我也想和我們最小的妹妹親近。他猛然起身，看看這時間，我從早上起就占用了殿下太多時間，我該告辭了。約書亞鼓起臉頰，你以為你是誰？輸了就想跑嗎？丹尼爾大笑，我還會再來拜見的。約書亞叫住他，丹尼爾。丹尼爾轉身，是的，殿下。約書亞語氣嚴肅，你聽說了嗎？不久前哈特漢伯爵的事故。丹尼爾一臉疑惑。約書亞說道，我聽說那是一場馬車事故，即使是完好的馬車也可能突然出事，所以你上車前一定要再檢查一遍，最好暫時不要出门。丹尼爾回到家，他看着馬車。約書亞的表情非常嚴肅，今天他確實很奇怪。身後傳來呼喊聲，丹尼爾哥哥，你平安回來了。羅塞特衝向他，臉上寫滿欣喜與寬慰。丹尼爾看着他，羅塞特，你是出來迎接我的嗎？羅塞特猛地撲過去，動作快得像一陣風。他越過丹尼爾，仔細檢查着馬車，路上沒出問題吧？你沒受傷吧？丹尼爾看着他，是的，但我在這裡。羅塞特鬆了口氣，馬車沒出問題，真是太好了。哥哥，你最近坐馬車時也小心點，最好乾脆不要坐。他急忙解釋，我聽說最近馬車事故很多，暫時不出門就更好了。丹尼爾側頭沉思，他第一次察覺到妹妹的關心背後藏着某種執拗。今天真是奇怪，好像所有人都在為我擔心。羅塞特看着丹尼爾，雖然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但他好像相信我會少出門了，現在只要悄悄跟在他身邊，守護他就行了。丹尼爾轉身，我暫時還是先在家專心練劍吧。羅塞特的笑容僵住，練劍，我沒考慮到這個。他瞬間石化，整個人癱坐在地上。喬安妮驚慌地看着他，小姐。丹尼爾回頭，羅塞特怎麼了？我說錯什麼了嗎？羅塞特垂頭喪氣，如果丹尼爾整天待在練武場，我就沒法跟着他了。如果我不在他身邊，就很難應對突發狀況。他低頭沉思，有什麼辦法能讓我的計劃不脫軌嗎？他小聲嘟囔，我想要。丹尼爾和喬安妮困惑地看着他。羅塞特猛地抬頭，眼中閃耀着光芒。我也想練劍術。羅塞特的完美計劃一張張塗鴉散落，是丹尼爾的未来。馬車事故，腿部受傷，拯救丹尼爾。他拼湊着時間倒流前的記憶。完好的馬車突然爆炸，極有可能是有人提前動了手腳。阿德里安家族始終沒能找到兇手，但作為達拉斯侯爵的前養女，我能猜到，一直希望公爵垮台的达拉斯侯爵是最大的嫌疑人。換句話說，阿德里安家內部可能已經有達拉斯侯爵的間諜，他們潛伏在某處，伺機傷害丹尼爾。所以我的計劃是寸步不離地保護他。但即使丹尼爾在莊園裡，他也總是在訓練場，我很難待在他身邊。那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？羅塞特眼神堅定，我也要接受劍術訓練，這樣我就能去訓練場了。丹尼爾和侍女同時一愣，丹尼爾滿臉憂慮，羅塞特還太小，這樣可以嗎？喬安妮回憶着，少爺也是那個年紀開始訓練的。羅塞特一臉興奮，我臨時調整的計劃果然是滿分。丹尼爾略作思索，只要不過度訓練，應該就沒問題。那我去問父親。他轉身面對羅塞特，你還不習慣用劍，一開始就拿劍會很吃力，我們先從體能訓練慢慢開始。羅塞特雙手交握，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丹尼爾突然面露難色，連體能訓練都会很吃力吧？你太小了。罗塞特臉頰鼓起，這也太過度保護了。他暗自握拳，我前世已經學過基礎劍術了，體能訓練應該小菜一碟。第二天，羅塞特癱倒在床上，渾身酸痛。也許不是小菜一碟。陽光透過樹葉灑在華麗的窗棂上，羅塞特在床上坐起，光芒環繞着他，能量在他體內流動，振作起來，感受魔力的流動，不要讓它流向別處，匯集於下腹。他盤腿坐，身體微微顫抖，他閉着眼，全神貫注，身體開始發熱，臉頰泛紅，他喘着粗氣，又失敗了。凝聚魔核，
怎麼這麼難？法師必須擁有魔盒才能使用魔法。我曾在沒有魔盒的情況下強行施法，結果臥床不起，必須盡快造出魔盒。他垂頭喪氣，我知道怎麼做，但體力跟不上，完全沒想到這具身體如此虛弱。為了保護丹尼爾，我必須能使用魔法，但照這樣下去，別說魔法了，我會在體能訓練中倒下。他愁眉不展，如果能得到席琳的指導，或許會快一些，但我該去求他嗎？席琳微笑着，不用着急，等你再大一點再學也不遲。公爵目光溫柔，長胖是第一要務。席琳跟着附和，对，胖乎乎的。两人一起開懷大笑。羅塞特一臉無奈，看來他們會叫我胖乎乎一陣子了。如果長胖才能學習並凝聚魔盒，那就長胖吧。明天開始，我要吃的和盧卡斯一樣多。盧卡斯剛訓練完，他吃的肉幾乎和自己一樣重，我的胃能承受嗎？至少我得試試。敲門聲響起，羅塞特猛地抬頭，侍女的聲音從門外傳來。公爵大人馬上就到。羅塞特有些疑惑，這麼晚了，怎麼回事？他心頭一緊，難道說……公爵大步走進房間，羅塞特沉思着，他發現什麼不對勁了嗎？他發現我傷害自己並逆轉時間了嗎？他低下頭，身體因恐懼而僵硬。公爵的聲音響起，羅塞特聞聲一顫，瞳孔收縮。公爵遞上一杯熱牛奶，睡不着嗎？我路過大廳就聽到了你的聲音。劍術大師的聽力就是如此。羅塞特接過杯子，一臉疲憊，原來只是被聽到了。公爵坐在床邊，他環顧四周，你的房間有點亂。羅塞特心跳加速，如果他發現我試圖凝聚魔盒，我該怎麼解釋？公爵溫和的開口，是因為太興奮而睡不着嗎？盧卡斯小時候也經常這樣。羅塞特鬆了口氣，還好他誤會了，謝謝你盧卡斯。他趕緊點頭，我太期待劍術訓練了，所以睡不着。公爵說道，我剛從書房開會回來，孩子們都很擔心你。丹尼爾問我，羅塞特會不會覺得太辛苦，還討論着原地踏步會不會更合適。我聽丹尼爾說，你們明天早上一起開始訓練，大家都會好好照顧你，但還是不要太勉強。羅塞特心想，我看起來有那麼弱嗎？公爵的目光變得柔和，做你喜歡做的事就好。羅塞特小口啜飲着牛奶，溫熱的液體滑入喉嚨。公爵突然想起什麼，對了，我本來是想給你看這個。他從懷中取出一張羊皮紙，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羅塞特湊近看，那張紙是……羅塞特猛然一驚，手中的茶杯險些滑落。收養，他猛地捂住嘴。我這個年紀的孩子不識字才正常。他緩緩開口，我不確定。公爵露出一抹微笑，他晃了晃手中的文件，也對，對你來說可能還太難讀懂了。這是你的收養文件。羅塞特的藍眼睛微微睜大，果然是。公爵凝視着他，正式的收養手續已經完成，你現在是羅塞特·阿德里安了。羅塞特側臉仰望，羅塞特·阿德里安，這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我還是做了太多錯事，我以為永遠無法擺脫。羅塞特·達拉斯這個名字，我真的可以姓阿德里安嗎？他猛地搖頭，別想太多了。他看向公爵，謝謝你，從現在起我會做得更好。公爵的目光柔和下來，羅塞特，你不需要做得更好，你只要做現在的你就好。羅塞特詢問，其實我什麼都不做嗎？阿德里安公爵肯定地看着他，當然，你只是個孩子，如果你想要什麼，耍脾氣也沒關係，和兄弟姐妹吵架也沒關係，這個年紀的孩子都是這樣的。羅塞特眼神閃爍，都是这樣的嗎？我不知道，我從未那樣做過。即使是回到過去之前，公爵清了清嗓子，所以我才告訴你這些。羅塞特，我們現在是真正的家人了。羅塞特猛地一震，是的。公爵輕咳一聲，我聽說在孤兒院，孩子們都叫你羅斯，我也能用你的小名稱呼你嗎？羅塞特有些結巴，當然。公爵眼中笑意更濃，謝謝你允許我這麼做。羅塞特臉頰微紅，只是一個昵稱而已，他看起來真高興。公爵微笑着說，你也該用更親近的方式稱呼我，家人之間還叫我公爵就太生疏了。羅塞特思考着，在達拉斯家時，我總是叫他侯爵。他猶豫地開口，父親。公爵的身體微微一僵。羅塞特回想，不是那個嗎？其他人都是這麼叫他的。公爵問道，除了父親還有別的稱呼嗎？羅塞特抬起頭，肯定有和父親意思相近的詞。他再次試探着開口，爸爸。公爵伸出一根手指，輕輕點在羅塞特的鼻尖。是的，羅塞特，我想聽我最小的孩子叫我爸爸，你不想嗎？羅塞特連忙擺手，當然不是，我很樂意，但是爸爸是不是靠得太近了？阿德里安公爵拿走杯子，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夜深了，你也早點睡，別因為期待晨練就熬夜，好嗎？羅塞特輕聲回應，好的。他小聲說，晚安爸爸。阿德里安公爵微笑着回應，是的，你也睡個好覺。房門輕輕關上，羅塞特長舒一口氣，整個人倒在床上，感覺自己真的成了家人。我來這裡是為了保護阿德里安一家。振作點，羅塞特，我來這裡是為了還債，這不是我該擁有的幸福，我不能沉溺其中，我必須保持清醒。黎明破曉，陽光灑滿訓練大廳，盧卡斯高舉木劍，笑容燦爛。從今天起，我來指導你晨練，你準備好了嗎？羅塞特挺直身體，眼神堅定。是的，盧卡斯提議，既然是第一次，我們就先輕鬆的慢跑吧。羅塞特立刻回應，是的。伊莎貝爾看着盧卡斯，盧卡斯對教導羅塞特劍術如此執着，他看起來很激動。丹尼爾笑着回應，哈哈。一名騎士低聲問，那就是小姐嗎？不是說她不學劍術嗎？另一名騎士回應，她的氣場有點不一樣，感覺她有點，萬一她像伊莎貝爾小姐一樣，是個母老虎呢？盧卡斯喊道，好了，羅塞特，我们跑吧。羅塞特邁開腳步，跟上盧卡斯，兩人在訓練場上奔跑，一圈、兩圈、三圈。羅塞特氣喘吁吁，汗水浸濕了頭髮。騎士們臉頰泛紅，他好可愛。盧卡斯看着搖搖晃晃的羅塞特，你這可不太妙。羅塞特大喊，我知道，但我能怎麼辦？這已經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了，太丟臉了。他向後看去，但我必須堅持下去，為了找出達拉斯家的間諜。盧卡斯看着他，羅塞特，你得看着路，如果你看別處會絆倒的。羅塞特腳下一滑，身體失去平衡，他重重摔倒在地。騎士們驚呼，小姐摔倒了。羅塞特趴在地上，身體沒事，但太丟臉了。一個陌生的聲音傳來，小姐，你哪裡受傷了嗎？羅塞特抬起頭，藍髮男子看着他，我背你吧。他神情焦急，我們馬上送你去醫務室。
羅塞特眼神一凝，我見過這個人，他是前世達拉斯家族的騎士約瑟夫·奧塞爾達。羅塞特思緒飛轉，他應該早就進了侯爵府，成為達拉斯的騎士了，但為什麼會在這裡？我是個魔法師，對騎士道了解不多，可一旦騎士選擇了主人，就不會再侍奉別家。如果記憶沒錯，這個人他一定是達拉斯家族派來的間諜。羅塞特心亂如麻，怎麼辦？他竟然就在我面前，必須立刻解決他。盧卡斯呼喚着他，羅塞特，他一把將羅塞特橫抱起來。羅塞特驚呼着掙扎，不要！約瑟夫伸出手，少爺。我來照顧小姐吧。盧卡斯側頭看向他，沒關係。羅塞特只是害羞了。他抱着羅塞特轉身，我會叫醫生去房間，你再堅持一下。羅塞特在他懷裡小聲抗議，我其實沒有哪裡特別疼。他臉頰貼着盧卡斯的肩膀，算了，反正來訓練場的目的已經達到了。現在知道了間諜是誰，我需要自然的揭露他。用坦白咒會很方便，但那是個高級咒語，我現在的身體無法施展，而且就算我能用，其他人也會用奇怪的眼光看我。我無法解釋怎麼知道這個咒語，也無法解釋為何對約瑟夫使用，更何況強行控制心智的魔法會給受術者身體帶來沉重負擔，即使目標是間諜，我也不想用。門開了，伊莎貝爾快步走進來，怎麼了？還疼嗎？傷得很重嗎？要叫醫生嗎？羅塞特搖頭，沒事的，我只是不小心絆了一下。伊莎貝爾走向床邊，那你為什麼是那個表情？盧卡斯說道。在我看來，羅塞特好像對約瑟夫一見鍾情了。三人猛地回頭，什麼？你是什麼意思？盧卡斯插話，別否認了，從訓練場出來的時候，你一直盯着約瑟夫看。羅塞特急忙反駁，不是那樣的。盧卡斯雙手抱胸，就算不是，那又是什麼樣的誤會？丹尼爾笑着補充，不過約瑟夫他人很好，也是個不錯的陪練。羅塞特難以置信，連丹尼爾哥哥也。他垂下眼，他真的是個好人嗎？丹尼爾湊近，你對約瑟夫好奇嗎？盧卡斯在一旁說道，看吧。我就說是一見鍾情。伊莎貝爾無力的辯解，真的不是，你們幹嘛這樣？丹尼爾看着羅塞特，他來這裡沒多久，但訓練很刻苦，他風評很好，成長速度也看得見，我跟他聊過幾次，感覺是個好人。羅塞特一愣，是嗎？他思考着，那樣的人會聽從達拉斯侯爵的命令嗎？丹尼爾補充，根據我聽到的傳聞，也許。羅塞特瞪大了眼睛，這是真的嗎？丹尼爾和約瑟夫的妹妹參加完訓練後，又仔細觀察了約瑟夫。羅塞特喘着粗氣，跑10分鐘就是我的極限了，雖然還是很糟糕，但比以前進步多了。盧卡斯在遠處喊，加油！羅塞特再堅持一下。羅塞特抬起頭，約瑟夫遞上毛巾，小姐，你真的成長了很多，我拿了毛巾給你擦汗。羅塞特接過毛巾，謝謝。約瑟夫是丹尼爾哥哥介紹的陪練，雖然沒能解開盧卡斯的誤會，但跟約瑟夫也算親近了，這就夠了。他攥緊拳頭，總之今天就問吧。他緩緩開口，約瑟夫，能拜托你一件事嗎？約瑟夫立刻回應，好的，任何事都可以。羅塞特開口，我聽丹尼爾哥哥說你有一個妹妹是嗎？約瑟夫的表情瞬間僵硬，他勉強擠出一個微笑，是的，我有一個。羅塞特注意到他神情的變化，我想交個同齡的朋友，能介紹一下嗎？約瑟夫眼神躲閃，他年紀和你差不多。周圍的騎士們突然圍了過來，我也有個妹妹，我弟弟比你大10歲。羅塞特被人群淹沒，他被騎士們的熱情弄得不知所措。一名年長的騎士低聲說道，抱歉小姐，約瑟夫最近说他妹妹身體不太好，只要一提到他妹妹，他就会变得沉默，他一定很擔心，請您理解小姐。罗塞特道了声謝，我不知道，我會小心的。他沉思，真的是身體不好嗎？難道他妹妹被侯爵當人質了？將目標家屬扣為人質是達拉斯侯爵慣用的伎倆。近距離觀察下來，約瑟夫確實是個好人，所以其他騎士才會這樣保護他，但我沒有力量幫助約瑟夫，那就在今天制造一個魔力核心，然後找個幫手來幫忙。約瑟夫回過頭，他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瓶，瓶中裝着紫色液體。對不起小姐。喬安妮站在床邊，她為躺在床上的羅塞特掖好被子。小姐該睡了，熬夜會長不高的。羅塞特點頭，我知道了，會早點睡的。安妮看着他，這個年紀真是太懂事了，再調皮一點也好。他轉身離開，那麼晚安小姐。羅塞特抱着兔子玩偶揮手，你也晚安。門輕輕關上，羅塞特立刻坐起，將玩偶丟向床尾，他盤腿坐，今天一定要成功凝聚魔力核。对不起了安妮，他鼓起臉頰，眼神堅定。他閉上雙眼，周身開始浮現點點星光，魔力如微風般輕輕浮動，不需要很大，只要把力量緊緊凝聚，讓它穩定下來。魔力在他身前匯聚，形成一個不穩定的光團，穩住，別讓魔力散開。他回想起和盧卡斯奔跑的時光，光團驟然收縮，爆發出一陣強光。羅塞特睜開眼睛，他輕呼一聲，成功了魔力核。他激動地緊握雙拳，比上一世快了整整1年。只要加以訓練，就能施展許多法術，但魔法不是現在最重要的。他眼神一凜，還有另一件想做的事，為了那個上一世陪在我身邊的人。他伸出手，魔力核重新凝聚，化作一個個漂浮的光炮，光炮在他身邊環繞，映亮了他堅定的藍色眼眸。我唯一的朋友，我好想你。光芒在房間中閃耀，一個帶翅膀的輪廓漸漸清晰。你不會記得過去，所以不會和以前完全一樣，但請回來吧。光芒中的身影展開巨大的翅膀，羽毛飄落，光芒散去，一只白色小鳥從禮盒中探出頭，啾啾！小鳥撲騰着翅膀，羅塞特驚訝地看着小鳥，他把小鳥捧在手心，臉頰輕輕蹭着它。皮皮，法師可以創造使魔作為夥伴，由魔力構成的使魔並非活物，但他們擁有意識。羅塞特回憶起上一世，皮皮是我創造的使魔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他坐在床上，緊緊抱着皮皮，真的太好了。皮皮，他突然回過神，現在不是感傷的時候。他看着皮皮，你能幫我监视见習骑士約瑟夫嗎？如果他有任何可疑舉動，立刻告訴我。皮皮挺起胸膛，啾啾。羅塞特推開陽台門，悄悄探出頭，這件事很重要，就拜托你了，皮皮。皮皮拍動翅膀，飛入夜空。羅塞特目送皮皮遠去，希望這能保護丹尼爾，讓他免於任何意外。皮皮突然折返回來，在他面前焦急地盤旋。羅塞特一臉困惑，怎麼了？
皮皮，你迷路了嗎？皮皮猛烈摇头，指向一個方向。羅黛特凝視着那個方向，那是馬車庫。他臉色一沉，心猛地一跳，難道已經有人在破壞馬車？他奔向馬車庫，停下。月光下，約瑟夫猛然回頭，臉上滿是驚愕。小姐，羅塞特停下腳步，氣喘吁吁。約瑟夫走了過去，小姐這麼晚了，您怎麼會？羅塞特大喊。约瑟夫住手！約瑟夫渾身一震，有人拿我妹妹做人質威脅我。小姐，您怎麼會知道？羅塞特仰视着他，我會幫你的。你也許覺得一個突然出現在阿德里安家的孩子做不了什麼，但是我會幫你，約瑟夫。約瑟夫看着他小小的身影，小姐，他垂下頭，对不起。羅塞特聲音顫抖，你不相信我嗎？那我就告訴父親。約瑟夫打斷他，沒關係，我已經說了我做不到。羅塞特怔住，什麼？約瑟夫側身站着，我擔心我的弟弟，但我無法做出傷害阿德里安家的事。公爵一直善待我們，我已經把收到的藥劑還了回去。他眼神決絕，如果我的妹妹死了，我本打算與她同歸於盡。羅塞特問，那你為什麼在這裡？約瑟夫指向馬車，除了我還有另一個間諜，我怕他們會對馬車動手，所以過來看看。他看着被動過手腳的馬車輪，但好像已經太遲了。他愧疚地低下頭，對不起，小姐，我發現間諜時已經晚了，沒能阻止他們。羅塞特抓住他的手臂，還來得及，現在是晚上，丹尼爾肯定睡了，我們可以現在檢查馬車。約瑟夫神情凝重，小姐，他們的目標不是少爺，他們的目標是阿德里安公爵。羅塞特的心臟猛地一沉，他身體摇晃，不可能，父親在哪兒？約瑟夫垂下眼簾，聲音低沉，他已經坐馬車走了。羅塞特雙眼圓睜，瞳孔收縮，父親。羅塞特愣在原地，約瑟夫未必是唯一的間諜，我甚至不知道丹尼爾到底是怎麼受傷的，也許上一世也是一樣，那場馬車事故的目標本就是公爵，丹尼爾只是因為恰好在公爵的馬車上，才因此受傷，這都是我的錯。他猛然轉身，約瑟夫跟我走，他眼神急切，我們必須去警告我父親和你的妹妹，他們有危險，再等下去就來不及了。約瑟夫眼神堅定，遵命，小姐。一位管家躬身行禮，小姐，您在找公爵大人嗎？羅塞特點頭，是的，他乘馬車離開了。管家解釋，他去了首都外的一個北方村莊，我只聽說這是和您有關，小姐，但您為什麼這個時間還沒睡？羅塞特氣喘呼呼，那不重要。約瑟夫開口，公爵可能有危險。管家一臉疑惑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約瑟夫解釋，真相是……管家表情驟變，他立刻轉身，我馬上去召集人手，公爵稍後會親自決定您的懲罰。約瑟夫深深鞠躬，拜托您了。他試圖勸阻羅塞特，小姐請回屋裡去。羅塞特打斷他，約瑟夫，你會騎馬對吧？帶我去找父親。約瑟夫一臉錯愕，什麼？他堅決拒絕，這不可能，小姐，我會獨自去把公爵帶回來。羅塞特聲音堅定，我必須親自去，你答應過要相信我，約瑟夫。他眼神懇切，我能幫到父親，再不快點就來不及了，拜托再信我一次。約瑟夫低頭看着他，汗珠滑落，他最終妥協。好吧，他嚴肅地告诫，但您必須一直待在我身邊。鐵門打開，約瑟夫翻身上馬，他將羅塞特拉到身前，兩人共乘一騎，馬蹄疾馳。約瑟夫大喊，小姐，我會盡快，抓緊了。羅塞特緊緊抓住他，好的，我改變了過去，就必須糾正他。約瑟夫說他得到一種奇怪的藥水，被命令灑在馬車上，馬匹在夜色中飛馳，穿過森林，那麼藥水一定就是馬車事故的元兇，裡面的液體是某種魔法物質，只要找到馬車，我就能親自淨化它。約瑟夫突然勒馬，小姐，他指向前方，我看到馬車了，馬車就在眼前。羅塞特面露喜色，我們追上了。他大喊，父親！公爵回過頭，馬車突然起火，被烈焰吞噬，轟然炸開，戰馬受驚，高高揚起，火焰在羅塞特眼中跳動。不可能，他不能死在這裡，不能因為我的錯誤再發生一次。他衝向火焰，約瑟夫大喊，小姐危險！羅塞特奔跑着，如果你就這樣死了，我該如何報答你？他凝視着熊熊燃燒的馬車，這不只是為了報答，我喜歡你每次與我對視時的微笑，你擁抱我的溫暖。他趴在馬車上，光是能叫你父親就讓我感到幸福。我說我幫阿德里安家族是出於愧疚，但真相是自從住在阿德里安家，我就一直很幸福。他試圖拉動滾燙的車門把手，發出一聲痛呼，車門紋絲不動，為什麼打不開？他抬起頭，皮皮，我要強行釋放大量魔力，幫我，我不會讓達拉斯侯爵夺走這份幸福。如果這火是魔法造成的，我就能熄滅它。皮皮飛到他頭頂，他展開翅膀，全身發出耀眼白光。用我的魔力，我會撲滅這火焰。一股巨大的能量從他身上爆發，衝擊波瞬間擴散，將火焰猛地向後推開。約瑟夫被气浪掀飛，踉蹌後退，馬車的殘骸顯露出來，火焰熄滅了。羅塞特跌坐在地，車門打開，公爵走了出來。羅斯，你怎麼在這裡？羅塞特安心地鬆了口氣，他看起來沒有受重傷，他用魔力保護了自己。淚水滑落，他輕聲呼喚，爸爸，太好了，你沒事。他身體一軟，向後倒去。公爵瞳孔收縮，他嘶聲大喊，羅塞特！烈焰吞噬馬車，火舌舔舐着車廂地板。阿德里安公爵低頭看着火焰，該死，看來家裡藏了只老鼠。他目光陰沉下來，什麼時候？難道是迎接羅塞特太過興奮，以至於我放鬆了警惕？他抬手，金色光芒在他掌心匯聚，光暈籠罩全身，火焰無法傷到我，但要出去就必須用魔力強行破門。他握緊了拳頭，又擔心車夫就在附近會被波及，只能先拖延時間。或許席琳會發現異常趕來。車窗外，光芒一閃而逝，白光驟然爆發。阿德里安公爵勉強睜眼，環繞馬車的黑暗能量與火焰瞬間消散，他的臉上劃過一絲驚愕，不可能，席琳這麼快就……他推開門，安看清了來人，羅塞特。他難以置信，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羅塞特淚水奪眶而出，爸爸，太好了，
你沒事。他話音未落，身體向前傾倒，阿德里安公爵一把接住羅賽特，他緊緊抱住他，輕撫他的後背。孩子沒事了。羅賽特在他懷裡劇烈喘息，汗水浸濕了他的額髮，隨即徹底失去了意識。阿德里安公爵嘶吼：“男人啊！”陽光穿過樹葉，灑在華麗的房間裡。羅賽特躺在柔軟的床上。我回來了嗎？感覺好平靜，溫暖的光芒籠罩着他。一道光從一雙手掌間散開。席琳收回手，治療結束了。阿德里安公爵站在床邊，他很快會醒來嗎？席琳轉過身，還需要一些時間。他神情嚴肅，不知為何。他已經有了魔核，但已經完全耗盡了。他過度使用了魔力，需要自然恢復。房門輕輕打開，一個聲音響起：“爸爸，羅賽特病得很重嗎？”羅賽特聽着，這個聲音是丹尼爾嗎？丹尼爾探進頭來，他身後還跟着盧卡斯和伊莎貝爾。我本想等治療結束再進來，但實在太擔心了。阿德里安公爵看着他們，別擔心，他很快會好。席琳向孩子們解釋，魔力對自然恢復很重要，只是需要時間。丹尼爾抬頭看着他，真的嗎？我可以偶爾過來看看羅賽特嗎？席琳點頭，當然。羅賽特意識模糊，好想繼續聽下去，但好累，還要告訴大家約瑟夫的事。房間裡一片寂靜，光線柔和，一只小鳥從羅賽特胸口鑽出。哇哦，這是什麼鳥？快出去！這裡是羅賽特的房間。小鳥撲扇着翅膀，啾啾。它飛到羅賽特耳邊，輕輕啄了一下。不許坐在羅賽特頭上，他現在生病了。一只手穩穩拖住小鳥。羅賽特緩緩睜開眼。皮皮，丹尼爾的聲音充滿驚喜。你醒了？沒事吧？羅賽特撐起身體。我口渴。丹尼爾轉身，我去給你倒水。先把這只鳥弄走。皮皮猛地啄了他一口。丹尼爾甩着手，好痛。他聽得懂我說話嗎？羅賽特開口，哥哥，那是我帶來的鳥，他不肯離開我，就讓他待着吧。丹尼爾恍然大悟，原來是這樣，我還以為是野鳥突然冒出來。皮皮振翅飛起，落在羅賽特臉頰旁，輕輕蹭着他。羅賽特輕撫着皮皮，我的魔力恢復了，皮皮才會回來吧？他問到我睡了多久。丹尼爾倒着水，大概1周。大家都很擔心。他遞過水杯，我們輪流照顧你，很高興你終於醒了。我去叫席琳和醫生。羅賽特急忙叫住他，等一下，爸爸沒事吧？丹尼爾雙手抱胸，當然沒事了，傻瓜。我聽說你是為了救爸爸才病倒的，对嗎？他伸手揉亂了羅賽特的頭髮。我們的父親很強大，你可能不知道劍術大師有多厲害，所以你根本不必出手。父親非常擔心你，晚點一定要去見他。当然我更擔心你。羅赛特沉思着，对啊，爸爸比丹尼爾強多了，他完全可以自己逃出來，那我豈不是多管閒事了？我應該為讓他擔心而道歉。他抬起頭，爸爸現在在哪裡？丹尼爾有些猶豫。父親在地下監獄，他正在審問約瑟夫。羅賽特瞳孔驟縮，他掀開被子，赤腳衝出房間。丹尼爾在他身後大喊，喂，等等，羅賽特，你不能去。羅賽特頭也不回地奔跑。約瑟夫也幫助了我，所以我必須去幫他。拳頭猛砸桌面，怎麼會失敗？不是說阿德里安公爵上了那輛下了藥的馬車嗎？手下顫聲開口，是的，大人，他確實上去了，但不知為何又回了府邸。一個身着華服的男人手扶額頭，汗珠滾落。他是夏爾內子爵，難道藥效太弱？可惡，這要我怎麼向他交代？屬下垂手站立。大人，還有一件不尋常的事，公爵獨自上的馬車回來時卻帶了一個粉色頭髮的女孩。子爵皺眉，粉色頭髮？你是說那個新收養的小女兒？屬下確認，似乎是，所以我才覺得奇怪。子爵揮臂一掃，一個瓷碟砸向屬下。你要是只會胡說八道，就滾出去！屬下驚恐的躲閃。子爵怒斥，沒用的蠢貨，一個小鬼有什麼好奇怪的？屬下躬身，請您恕罪，大人。子爵嘆了口氣，手撫額頭。那孩子還安全吧？屬下立刻回答，是的。子爵的眼神變得陰狠，小心對待他。那孩子是個有價值的商品，既然任務失敗了，就得想辦法平息他的怒火，把那孩子獻上去，讓他滿意。夜色中，一個女孩獨自站在窗前，凝視着星空，她的手輕撫玻璃，倒映出悲傷的臉龐。哥哥，公爵府士約瑟夫，你不是我們這周抓到的唯一間諜，上一個的下場我無需多言。你還活着的唯一原因，是因為你幫助了羅賽特，儘管也是你把他拖入了險境。約瑟夫緩緩開口，羅賽特小姐，她安全嗎？公爵打斷他，那與你無關，解釋你的背叛。約瑟夫垂下頭，我說的任何話聽起來都像借口，但是我發誓，我從未想過要加害阿德里安家。我加入騎士團不久，我的妹妹梅洛迪被綁架了，他們威脅我說，如果我不服從，就會傷害他。我當時很害怕，因為我不知道幕後黑手是誰，但我發誓，我從未執行過他們的命令，請相信我，大人。公爵追問，那羅賽特呢？約瑟夫回答，我能說的只有這些。那位小姐早就知道我是間諜，也知道馬車有問題。公爵皺眉，這太荒謬了。約瑟夫堅持，我一開始也不信，但這是真的。公爵陷入沉默，奇怪，他的表情不像在說謊。公爵再次開口，你妹妹後來怎麼樣了？約瑟夫身體一僵，我不知道，他們說如果我任務失敗，就再也見不到他了。也許他已經……公爵背過身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懲罰以後再定，我會去調查你妹妹梅洛迪。約瑟夫淚水湧出，謝謝您，大人。公爵握緊拳頭，聽說他妹妹和羅賽特差不多大，難怪我會同情他。但羅賽特是如何提前知道這一切的？一聲呼喊傳來，父親。阿德里安公爵聞聲回頭，腳步聲迅速靠近，羅賽特撲向他懷中，他仰起臉，太好了，您平安無事。公爵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他一把抱起羅賽特，羅斯，睡得好嗎？我很擔心。羅赛特從他懷中抬起頭，父親，羅賽特怎麼樣了？阿德里安公爵的動作停住。羅賽特繼續說，我聽哥哥說，約瑟夫被關進監獄了。盧卡斯從遠處跑來，羅賽特，我不是讓你別去嗎？羅賽特繼續說着，但約瑟夫也是受害者，所以您能原諒他嗎？盧卡斯驚愕地張大嘴。羅賽特補充道，或許還能救救他的妹妹。盧卡斯衝到他身後，雙手捂嘴。羅賽特，他焦急地低語，別再說了。羅賽特不解地回頭，什麼意思？盧卡斯面色驚恐。父親現在的表情。阿德里安公爵開口，你差點死了，在床上躺了1周，醒來後第一件事就是擔心那個魯莽的騎士。羅賽特啞口無言。公爵繼續說着，既然你有這麼多話要說，我們談談吧。羅賽特身體僵硬，好的。
盧卡斯在門口揮手，一定要平安回來。就這樣，我被直接帶到了公爵的房間，結果訓得比上次隱瞞過敏還慘，嘮叨不停的嘮叨。他們就算說要嚴厲的教訓，也只是口頭上說說，這和用打罵來教育的達拉斯侯爵完全不同。公爵的聲音傳來：羅斯，你沒在聽父親說話。羅塞特猛然回神，阿德里安公爵注視着他，這次真是千鈞一髮。就算你不在，也有很多大人能幫你父親，以後別再做危險的事了。羅塞特低着頭，我知道，但是如果我陷入危險，父親您也会像这樣救我吧？公爵的声音傳來。什麼？罗塞特一愣，糟了，我怎麼會說出這種話？聽起來像小孩子撒嬌。他慌忙擺手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公爵俯視着他，你只是在陳述事實，但我是你的父親，你還是個孩子，孩子需要大人的幫助。我最害怕的不是自己受傷，而是你受傷，你明白嗎？羅塞特仰望着他。是的。公爵的聲音变得柔和。那麼羅斯，以後別再這樣了。敲門聲響起，門外傳來一個女聲，我是席琳，聽說了約瑟夫的事。阿德里安公爵輕撫羅塞特的頭，抱歉，我們待會再聊。他轉身面向門口，請進。門開了，席琳探身進來，聽說您在找人。他的瞳孔驟然收縮。阿小姐，他衝了過來，緊緊抱住羅塞特，我好擔心，你沒事吧？羅塞特靠在他懷裡，謝謝你姐姐。席琳突然想起什麼，她驚訝地看着羅塞特，你什麼時候形成魔力核心了？对你這個年紀來說太大了，自然恢復會很慢。羅塞特解釋，我只是在使用魔法時順便創造的。他一臉驚慌，都是謊言，好心虛。席琳驚呼，你自己形成了魔力核心，這樣下去你會成為最年輕的法師。他看着羅塞特頭頂的小東西，難道是使魔？皮皮發出聲音，必撲。阿德里安公爵神情嚴肅，席琳，我們需要談談工作。席琳轉向阿德里安公爵，可是他不僅有魔力核心，還有使魔，這太驚人了。你知道召喚使魔有多難嗎？需要足夠的魔力和強大的精神力才能溝通，只有高級法師才能擁有使魔。羅塞特一臉茫然，我不知道。席琳看着他，連著名的法師也要到10幾歲才能召喚使魔，而你才7歲，怎麼辦？你真是個天才。羅塞特嘆了口氣，這下麻煩了，竟然被當成了天才。他眼神一亮，危機就是轉機，趁他們還覺得我是天才的時候，他突然開口，父親姐姐，你們要去尋找梅洛迪對吧？席琳面露難色，關於那個，阿德里安公爵解釋，只憑名字很難追蹤，需要有與本人密切相關的物品。我們可以去約瑟夫家拿他妹妹的東西，但那需要時間。羅塞特抬起手，我有個辦法，用血來追蹤他。追蹤魔法需要與目標緊密相關的物品，但我們沒有梅洛迪的東西，去約瑟夫家只會浪費時間，所以我們要用和他同樣緊密相連的東西，一個我们現在就能得到的東西，那是他的血親約瑟夫。他沉思着，我前世常用這種方法，但是這畢竟涉及到血液，萬一被當成不祥的法術怎麼辦？席琳一手托腮，他看着公爵，他真是個天才，讓我收他做養女吧。羅塞特一臉錯愕，什麼？阿德里安公爵揚起下巴，太晚了，她已經是我的女兒。羅塞特更加不解，為什麼他這麼得意？席琳轉向羅塞特，我們馬上試試吧，為了妹妹，與瑟夫騎士會很樂意獻血的。羅塞特怯生生地問，我可以試試用魔法嗎？席琳有些驚訝，你嗎？他微笑着，既然是你先想到的方法，你的公式可能會更準確，我會教你如何施展追蹤術，我也會提供魔力，確保你的核心不會受傷。羅塞特看向公爵，公爵開口，請務必保證安全。羅塞特滿臉笑容，成功了。地圖在桌上鋪開，一瓶血液傾倒下，公爵站在一旁，我們只從他指尖取了一滴血，他說就拜托你了。他將約瑟夫的血液倒在地圖上，席琳輕聲說，我會用魔力支援你，請盡情施展魔法吧。羅塞特回應，好的。光芒在他手中匯聚，他閉上雙眼，魔力如旋風般捲起，我必須遵守和約瑟夫的約定。他默念，梅洛迪你在哪？告訴我擬地位置。他睜大雙眼，魔力有了回應，血迹猛然爆開，在地圖上形成一個清晰的標記。羅塞特的手指落下，梅洛迪一定在這裡。阿德里安公爵看向席琳，羅斯的身體狀況如何？席琳確認道，沒事，他的魔力控制得很好。阿德里安公爵下令，那我們帶上騎士出發。羅塞特輕呼一聲，公爵輕撫他的頭，別露出那種表情，你已經做得夠多了，我會盡快回來。羅塞特輕聲回應，好的，這次有騎士們在，應該沒問題了。他的目光落在地圖上，據我所知，那個地方與達拉斯侯爵家無關，這意味着父親可能會去那裡。他眼中閃過一絲驚恐，這背後還有另一個主謀嗎？林中傳來金屬碰撞聲，一個聲音在黑暗中呻吟，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？另一個聲音顫抖着，退後。為什麼阿德里安的騎士會？窗戶猛地被撞開，一個嬌小的身影縮在角落，瑟瑟發抖。房門吱呀一聲開啟，他驚恐地抬起頭，是誰？阿德里安走了進來，視線落在他身上，你的名字是梅洛迪嗎？我是受你哥哥所托來接你。梅洛迪驚愕地抬頭，我哥哥。他低下頭，聲音微弱，可是我們被教導不能跟陌生人走，就是因為跟了陌生人，我才會被困在這裡。阿德里安公爵展示着佩劍，那這樣如何？劍柄上雕刻着華麗的文章。梅洛迪的眼睛亮了，那個是和我哥哥劍上完全一樣的圖案。先生，您也是阿德里安公爵的手下嗎？阿德里安公爵伸出手，是的。現在相信我了嗎？梅洛迪用力點頭，是的，我相信您，我想立刻離開這裡。阿德里安公爵站起身，好想法。一個騎士走進阿德里安公爵，他低聲匯報，宅邸主人登記為商人，但我們在莊園後方抓住了試圖逃跑的夏恩侯爵。公爵側過臉，只是個簡單的詭計。侯爵說了什麼？騎士的聲音冷硬，他說這都是誤會，但席琳小姐搜查了宅邸，發現了一瓶魔法藥水，推測是爆炸物。公爵開口，我們應該把侯爵交給王宮處理。騎士點頭，是的。梅洛迪抓住阿德里安公爵的披風，我很快就能見到我哥哥嗎？阿德里安公爵垂眸，是的，現在就去見你的哥哥。伊莎貝爾和丹尼爾圍着羅塞特，羅塞特一臉無奈，我不走了。伊莎貝爾眼神凶狠，以防萬一，還是把他留在這，免得
他做危險的事。羅塞特閉着眼，丹尼爾哥哥也這麼想嗎？丹尼爾點頭，大概吧。盧卡斯嘆了口氣，這次真的太危險了，父親會罵我們很久。伊莎貝爾瞪着盧卡斯，你也該被罵，你怎麼能讓羅塞特跑掉？羅塞特是最小的，無論最小的有多固執，保護他是我們的責任。失職的就是你這個笨蛋。盧卡斯鼓起臉頰，我再反省了，別說了。皮皮飛了過來，羅塞特抬起小臉，皮皮，你按照我的吩咐跟着爸爸了，對嗎？皮皮落在他頭頂，啾啾。魔法師和使魔共享魔力，因此能用魔力無聲交流。原來如此。通過小鳥的眼睛，羅塞特看見了林中的景象。下令的是夏恩侯爵，前世我听過這個名字，他與達拉斯侯爵家有關聯。羅塞特坐在床上，背後可能還有另一個侯爵家族。我以為我知道達拉斯侯爵家的一切，但並非如此。阿德里安家族真的能被完美守護嗎？一個聲音傳來，羅塞特。羅塞特渾身一顫。伊莎貝爾看向門口，爸爸好像到了，我們去見他吧。羅塞特低聲回應，好的。大門敞開，公爵身披藍色披風站在門口，丹尼爾衝向他，爸爸你沒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公爵微笑着，看来大家都在等我，不是什麼危險的事。梅洛迪緊张地絞着双手，罗塞特看着他，她就是約瑟夫的妹妹梅洛迪嗎？等等，这股氣息，羅塞特感覺到了什麼？他伸出手，你好，我是羅塞特。梅洛迪拘謹地回應，我是梅洛迪，我來見哥哥，請問約瑟在哪？羅塞特沉默着，爸爸還在考慮怎麼處理約瑟夫，他背叛我們的事實不會改變。他衝向公爵，爸爸。公爵看向他，怎麼了？羅塞特張開雙臂，我想和梅洛迪一起學習。公爵俯下身，和梅洛迪一起學習嗎？他踮起腳尖，低聲說道，我能感覺到梅洛迪身上的魔力。公爵思索着，是的，我也能隱約感覺到梅洛迪是個有魔法天賦的孩子，所以綁匪才沒傷害他，而是把他留着。羅塞特繼續說着，爸爸，我不希望他被壞人利用，我想讓他有機會運用天賦，有機會學習，有機會和家人幸福的生活，就像我遇見您之後改變了一樣。您可以幫助梅洛迪嗎？我希望約瑟夫和梅洛迪不會被分開。公爵說道。羅塞特，這是你第一次向我提這麼大的要求，你平時要求很少。羅塞特困惑地眨眼。公爵單膝跪地，我原以為能滿足你任何願望，但從未想過你會提出這樣的請求。他轉身對騎士下令，把約瑟夫帶過來。羅塞特和梅洛迪的臉上綻放出笑容。大門外，約瑟夫被2名騎士押解着，他聽到了妹妹的聲音，哥哥。梅洛迪衝向約瑟夫，兄妹2人緊緊相擁，淚水滑落。羅塞特看着他們，臉上帶着欣慰的微笑。公爵凝視着羅塞特，羅塞特是個善良聰明的孩子，他的眼神變得複雜，但是真的就只有這些了嗎？約瑟夫緊緊抱着懷中的女孩，父母過世後我們便相依為命。如果梅洛迪被帶走，我無法想象該如何活下去。公爵大人，真的謝謝您。公爵開口，你應該感謝羅塞特，是他拜託我的，他說過要遵守和你的約定。約瑟夫抬頭，小姐。公爵叮囑，不要辜負那份信任。約瑟夫走到羅塞特身邊，謝謝你，多虧了你，我妹妹才得救。羅塞特說道，這只是因為你沒有背叛阿德里安家族。約瑟夫搖了搖頭，如果不是你，梅洛迪可能活不下來，而且你還認可了梅洛迪的才能，說想和他一起學習。羅塞特有些不好意思，那沒什麼特別的，我只是覺得有個同齡的朋友會很好。約瑟夫俯身，我們是平民，做您的朋友。羅塞特眼神黯淡下來，我並非一直都是。約瑟夫身體一僵，小姐。他單膝跪地，鄭重地看着羅塞特，我只是個見習騎士，前路漫漫，我還不能宣誓效忠，但我可以向您保證，從今以後我將為您而活。我的小姐，請允許我報答您拯救我妹妹的恩情，她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羅塞特愣住了，我從沒遇到過這種事，該怎麼回答才好？盧卡斯憋不住笑出聲來，他像個雕塑般僵住，頭頂仿佛貼着求救信號。約瑟夫高聲補充，我正式上任後會進行官方宣誓。盧卡斯笑着，沒錯，羅塞特是老大，想踢他就踢他。伊莎貝爾說道，你想怎麼回答就怎麼回答。罗塞特臉頰更紅了，那就好吧。他与約瑟夫對視，鼓起勇气接受了這份承諾，以後就拜託你了，約瑟夫。就這樣，令人擔憂的馬車事故平安落幕。我慶祝自己在阿德里安家完成了第一個目標，保護丹尼爾的腿，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阿德里安坐在桌前，目光銳利。我們繼續剛才的話題吧。羅塞特身體一僵，還沒訓完我嗎？公爵說道。我有個問題。羅塞特點頭。好的。阿德里安公爵目光審視。丹尼爾說，你曾提醒他坐馬車要小心。丹尼爾神情困惑。有件事一直困擾着我。羅塞特曾反覆提醒我，上馬車時要小心。阿德里安公爵瞳孔一縮。丹尼爾回憶着，他當時非常擔心，我忘不了那個樣子。回想起來，他就像早就知道馬車會出事一樣。約書亞王子也說過類似的話。公爵一驚，王子殿下也？丹尼爾點頭，是的，不久前覲見時他提過，結果出事的卻是父親，但不知為何我總覺得不安，所以才告訴您。公爵沉思着，審問約瑟夫時，我問過他們的動機，我想知道孩子們是否也是目標，但他說唯一的目標是我。羅塞特的所有行為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太過詭異，這真的是巧合嗎？他才7歲，但總感覺不對勁。阿德里安公爵詢問，為什麼你只對丹尼爾說那些話？羅塞特眼神躲閃，因為在村子裡，我聽過很多馬車事故的故事。阿德里安公爵追問，你不擔心伊莎貝爾或盧卡斯嗎？羅塞特身體僵硬，他倆不常坐馬車。阿德里安公爵步步緊逼，那父親呢？你不擔心父親嗎？羅塞特一時語塞，他猛地辯解，不是的，爸爸是強大的劍術大師。糟了，這說得通嗎？因為是劍術大師就不擔心，可事故發生時，我又和約瑟夫一起衝了過去。公爵沉默片刻，那麼你是怎麼知道約瑟夫的？羅塞特一驚，不繼續問馬車的事了嗎？他支支吾吾，皮皮在府裡探險時告訴我的，說有個可疑的人，所以我直接跑去了馬車那裡。对不起，沒有先告訴大人。皮皮從他頭頂探出，啾啾，他臉頰泛紅。糟了，這樣隱瞞只會讓故事漏洞百出。椅子被猛地推開，阿德里安公爵站起身，他抱起羅塞特，你做得很好。羅塞特愣住，真的嗎？公爵看着他，當然，想要保護家人的心值得稱讚，我應該獎勵你。告訴我你想要什麼？羅塞特若有所思，爸爸，我知道你還有疑問，但為了我，你沒有再追究，所以我們決定
不再追究見習騎士。這件事就此了結。丹尼爾向約書亞匯報，我聽說父親把查內子爵交給了皇室法庭。約書亞說道，是的，我也聽說了，但我問陛下時，他沒有告訴我細節。他雙臂交叉，表情嚴肅。謝謝您告訴我。丹尼爾看着他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約書亞的臉龐在茶水中浮現。老師當時在馬車上，而你在家裡。最小的那個叫羅塞特，對嗎？丹尼爾確認，是的。父親提到他了嗎？約書亞搖了搖頭，沒有，只是流言四起，也傳到了我這裡。一個令人難忘的名字。